康定呢一個片區真係開發成熟啊！呢度呢全都係做呢啲自駕遊嘅遊客生意啊，都係酒店啊同埋呢個餐廳一體啊。然後門口仲有好多停車位。318而家呢個產業鏈呢真係相當之成熟啊！而家呢度呢連呢個啤酒都有啊，318啤酒啊，犀利！真係幾多人奔住呢一個 logo 咧都會買啊，犀利真係！康定城区的早上就在这个路上，真热闹。呢度就係康定嘅折多河啦。喺對面山上面咧係有幾尊壁畫嘅佛像嘅，係藏傳佛教嘅壁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康定的老城区，我这里就是秦歌广场了。康定的老城区呢，就是比较拥挤，然后停车不是很好停。你订酒店的时候要注意，它有些虽然说是有免费停车位，但实际上就是路边画白线那些市政停车位，你要自己找，然后就很不方便。还不如我们昨天住的几公里之外那个新区，那个新区就是停车又方便，然后地方又大又不拥挤，各个配套设施什么餐馆啦、超市啦什么都是很方便的。推荐大家住在新区会比较好一点。但以前的康定广场的话，它没有那么多建筑啊，其实四面都是环山的，可以看到四面山上的那个佛像壁画，现在就变得繁华多了。对，但是它道路两边那些房子呀，什么都还是很典型的藏式建筑，都还是蛮好看的，我觉得。就只是交通真的是比较繁忙、比较拥挤的。对。康定这里有名的就是康定情歌了，就是那个跑马溜溜的山上，所以这里很多就是名字都是用什么溜溜城呀、情歌什么，比如說情歌廣場啊，然後情歌劇院，然後這樣子命名的啊。我們來逛一逛康定城吧。咁康定呢度咧算係正式踏入呢個高原地帶啦。咁呢度嘅海拔咧都有2500幾米嘅。你見我哋着嘅衫咧都幾厚下噶啦。呢度已經開始係比較凍嘅地方啦。往後咧，我哋就需要更加注重呢個高原上面嘅保護啦。情歌廣場咧就少不免呢一個康定情歌啦。佢呢度咧真係有一首康定情歌嘅曲譜啊，寫咗喺呢度嘅，好大本㗎，都幾搞笑。因為康定情歌實在太出名啦，冇辦法。10幾年過去啦，康定呢度咧都發展出自己嘅本土景點啦。佢呢度咧都有幾多嘅周邊景點可以俾你逛嘅。但係我個人咧就唔係好有興趣嘅啫，中意嘅朋友咧就可以揾下相關嘅資料啦。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背后，这里就是折多河，然后桥头那边有2个什么彩虹桥，就是所谓的网红打卡点。但是我是感觉跟就是整个这个藏式的风格是格格不入的，还不如在折多河边散散步，然后拍拍照什么来的比较好。呢間喺情歌廣場對面嘅包子店咧，真係好食，而且又平喎。佢嘅豆漿咧，比呢啲麥當勞、肯德雞啊嗰啲豆漿真係好唔少啊！藍天白雲啊，雖然冇白雲啊，但係呢種藍天咧就係高原嘅標配啊！嗱，呢啲咧就典型嘅遊客咯，就專門做呢啲咁嘅嘢啦。跑馬溜溜的山上，一朵溜溜的雲遊，短短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遊。呢首咧就係比康定咁出名嘅康定情歌啦。康定情歌好多人都聽過，但係康定喺邊度咧，就應該好多人都唔知啊。啱先呢一個孭住紅框嘅阿嬸咧，佢路過咗，因為我呢部車咧，佢嗰個啱先呢個車門咧夾住咗我呢個窗簾嘅，
咁佢就走過嚟提醒我，仲幫我擺翻入去。即係呢啲咁熱情嘅習慣咧，即係藏族人更加比我哋漢人咧係出現多啲啊！呢個就係藏族人淳樸嘅一面嘅體現啊！我们现在出发去折多山了。早上在秦阁广场逛一逛，吃吃早饭，反正磨蹭磨蹭的。哎呦，现在已经10点了，希望一会儿山上的人不要太多吧。现在318的路都修得很好，很平整啊，一点都不颠，就是基本上小车都能轻松驾驭。呢度呢係位於康定到折多山嘅上坡冇幾耐嘅一個地方啦。呢個地方就叫做折多堂啊。咁我之前呢就曾經喺呢度住宿過嘅，因為呢折多山就俾大雪封山啦。咁我就喺呢度過咗一晚夜。咁我嗰陣時住嘅時候呢，係喺呢度下方先至係折多堂村嘅喎。因為下方呢而家變成好多啲酒店還是係餐廳啊，咁連住一排㗎啦，就冇咗個路牌啦，所以我啱先一路過就錯過咗，但係亦都見唔到有折多堂村嗰個路標啊，因為之前大雪封山啦，咁我嚟到呢度呢，就停咗喺度等嗰個雪融嘅，就過唔到去嘅。咁我記得出嚟嘅時候呢，就係從呢一條路開始上嚟折多山啦。咁其實折多堂村呢一邊呢，嗰個風景都幾好嘅，仲有溫泉嘅添。呢度呢個觀景台嗰個風景都算唔錯。而家從318一路過嚟呢，路上邊真係好多飯店啊，根本上就唔會缺呢個住宿嘅地方啊。以前住宿嘅地方呢，淨會喺啲村入邊先會有啦，咁村都會好細嘅。咁而家呢，因為到處都係啲住宿嘅地方啦，咁變咗我都唔係好清楚究竟邊度係村界，或者條村已經係定位好模糊啦。咁我哋繼續上折多山。而家318啲廁所咧都升級咗啊！居然係數碼嘅嚇，數碼俾錢啊，然後再入去，相當搞笑。现在连上山的路都修得这么好了，特别好开。我哋好快就上到嚟折多山嘅半山腰啦，再行多1/3路程咧就到埡口啦。所謂折多山咧喺藏語裏邊，折多咧就係彎多嘅意思啊，就是折騰死人嘅意思啊，即係超多彎嘅。如果你踩單車上嚟咧，呢座山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。但係而家開車上嚟咧就話咁快就到啊，路況又好啦。咁完全就係10零20分鐘就可以爬到半山腰啦，非常之快嘅。川藏線呢，基本上上山嘅路呢都係Z字形嘅啦啊，即係一直咁樣左右咁樣上啊。從嗰邊兜個彎上到去呢度哚呢個位呢，就係埡口嘅啦，非常之快嘅。我們正在上折多山。現在海拔應該有4000多了，還是稍微感覺有點缺氧的。但是高原它有一個問題，就是過了中午吧就開始吹風，還是要注意保暖，戴一個毛線帽子會比較好。我剛戴的草帽就會吹得我感覺有點冷。口了，看起來挺繁忙的，不知道有沒有位置停車。可以騎馬上山，騎馬打卡。來，這邊可以騎馬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折多山埡口這個位置。折多山是川藏線上第一座海拔超過4000米的高山，埡口這裡的海拔有4300。然後就是大家行動一定要慢，因為還是很容易會氣喘的。
然后这里会沿着这个山路一直爬上去，不过走两边的步道人没有不多，拍拍还是很好看的。天气好的情况下，就真的是100分的美景了，我觉得。睇下高原上嘅雲，高原上嘅雲咧，永遠都係咁靚嘅，就好似離我哋特別近咁樣，好似伸手可及咁嘅感覺啊！呢度係折多山嘅馬幫1號點啊！而家折多山咧係可以行路上去嘅，亦都可以騎馬上去。咁但係騎馬上去咧就需要一定嘅體能啊！哇塞，帅哥30块，帅哥你很厉害，顾客是上帝你都知道。刚刚30块，要不要消一个？ 30块，对，这已经办了。藏乌梨、高山黑梨。藏乌梨、高山黑梨，这个帅哥服务态度超好啊！买完还报销，买的多还便宜。这个高山乌梨超甜的，真是在高海拔地区，然后糖分特别充足，汁水也特别充足，好吃啊！遇见一定要买一个尝尝。骑摩托的骑友，这条路虽然路况不错，骑自行车、骑摩托车都还好，但是车太多了，还是有点危险的，我觉得。好多车。我们到新都桥镇了，看这个乌云压顶的，今天晚上估计没有日照金山了。不过整体感觉这个新都桥镇挺干净的，然后发展的也还挺不错的。我们刚才一路过来看到很多都是酒店啊，还有营地。一路过来什么住宿呀，还有什么各种什么房车、营地、星空帐篷都挺多的。你看这边还在修大把酒店是吗？这边还在建，肯定是以后用作酒店的了。我哋已經嚟到咗新都橋啦，入住咗一間民宿，呢間民宿都幾乾淨。房間入邊呢就簡潔企理啦，都算唔錯噶啦。以前新都橋咧係個細地方嚟嘅，而家呢就我一路過嚟見佢啲發展呢都幾勁下，連綿成差唔多10公里呢都係嗰啲酒店啊，或者係餐廳嗰啲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就已经在新都桥镇上了。这个新都桥的繁华哈，真的超乎我的想象，各种什么小摊夜市啊，就是什么吃的都有，各种卖水果的呀，什么零食的，然后超市，真的太繁华了。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准备去上那个居里斯垭口那个观景台，去看一下贡嘎跟雅拉雪山的，但是路实在太烂了，后面8公里土路真的是，哎呀，颠得我都人整个快要散架了。然后路太烂了，我们就及时回头，勇于放弃了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新都桥镇上休息一下，逛一逛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吃饭，明天我们就准备出发去礼堂了。明天见，耶！牦牛下班回家了，牦牛可是金贵的很呢，要给他们先让路。这个是被带。宝子们、家人们、老铁们，动动各位发财的小手，一键3连，关注主播不迷路，耶！